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y 阿玲。没意外的话，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支发布的影片，但我其实完全没有认真的就是想要当 YouTuber 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想说哦，只是来出国，然后偶尔发布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些景点或者是留学生的生活之类的。可是殊不知，就是我完全没有时间剪片。就我姑且拍了很多，就是一开始去日本的时候，真的到处都拍，就是去什么聚会啊，然后出去玩都会带着相机就随便拍，只是拍了一堆根本就没有时间剪它，所以它其实都放置在那边。然后所以我想说，拍这种分享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，这种会比较好，容易让我发布出去。没意外的话啦，好，所以因为其实我很少在 Facebook 做生存报告，就很少跟大家报告我到底现在干嘛。我大部分的生活记录都会 po 在 Instagram。跟我同年的人已经毕业了，所以我算是留级半年，留级不是留级，延毕留级，就是延毕半年。然后来交换，等于说我是来这边交换1年，明年2月才会毕业这样。然后我是来到福井县的福井大学交换。然后其实福井县我知道，就是现在一堆人应该电脑前面说哈，什么是福井？因为其实它真的是一个日本公认很乡下的地方。当然日本还有更多更乡下的地方，可是福井也算是就是乡下的之一。那它在北路，可是基本上如果你没听过福井的话，你可能会听过金泽。那它其实就在金泽的下面，金泽在石川县，福井县在石川县的下面。然后其实福井县很长，所以其实福井县的下面就是京都了。而且很有趣的是，虽然它是靠近日本海这边，可是它因为纬度跟东京相同，所以其实以雪国来说，算是没那么冷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不会像东北或者是像比我们更北边的什么新系，他们还要更冷。就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，至少我现在住到现在，我不觉得有这么夸张，因为我其实住的地方还是有铁路可以跑，所以你什么去一些车站啊，去百货公司什么的，其实还是可以很方便的到的，没有到那么。而且我刚好是住在算是福井县的市中，就是福井市。因为其实我还有认识就是去读福井县立大学的人，他们的县立大学是在更远的地方，是真的是就是你没有车子，你是完全没办法离开那间学校的一个地步。所以我其实还蛮感谢，就是这里还算不错啦。虽然说我们1小时只有1班列车，这个我每次讲这个一定都会被在都市读书的小孩笑。然后我就说，你笑屁啊！我们就是尖峰时间有3辆列车，然后大家都狂笑，因为就是很像台北人看高雄捷运一样，就他们都说我们是玩具列车，然后我在福井也一样被大家觉得是玩具列车，而且真的就是一辆那种玩具列车。但其实我觉得交通是不至于到这么不方便啦。然后我已经过完1学期了，其实我的暑假上礼拜我的课正式上完，可是因为就是日本的老师超爱出报告。就比起考试，他们真的比较多报告，而且报告还不是那种台湾的 presentation， 所以不是上台发表，它是那种要写纸本的报告，所以真的是很多啊。就是在前天我终于完成了我所有的报告，所以我的暑假就正式开始，想说那就开始来拍个片，剪个片好了，对。然后之后可能就会去更远的地方玩，然后那时候也会努力拍片。至于之前拍的片我会不会剪得出来，我就不知道啊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的生存报告。好，然后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奇怪，是有follow我的 Instagram 应该都有看到我昨天 po 的那个布丁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讲它是什么布丁。我先来看它的盒子，这张它叫这是倒过来的，好随便啦。今週のクロワッサン入りプリン。好，就是说它是把整颗可颂放在布丁里面，然后你想说 what the f 就是通常你想到可颂，你一定会说一定是酥酥脆脆，外面是脆脆，然后里面是软软的感觉，然后很香。你怎么会想要把它放在一个湿湿的地方呢？我就觉得那我当时我第一眼我就说，天啊，这一定很难吃。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，我先用 Instagram 就是 Story 拍它，我用现在都在拍它，然后我取笑它，我就说就看起来就是难吃的样子啊。然后我绕
第2圈的时候，我就在看他一眼，我就觉得，就反而就是就是他到底有多奇怪，害我很想要真的买来试试看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所以我就很犯贱，我就真的很犯贱，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了。然后它其实不贵，它里面有，它其实里面有6个，我已经分送2个给我的好朋友了。它里面有6个，然后它卖648块日币，所以你给它除以6，然后再除以3，它其实一个大概合台币36块，差不多40块，就是它一颗布丁这样，大概就是台币40块。好，那我再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一款，可颂布丁，我们姑且就叫可颂布丁好了。布丁我们应该叫它，对，我们要叫可颂布丁，不能叫布丁可颂，我们叫可颂布丁。好，它是一间叫Le Plaisir 的一间面包店，它做的东西。那它其实这边有一小段介绍词，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好然后Le Plaisir 它的意思是它是法文，就是 pleasure 的法文，所以你们就随便翻吧，反正就是愉快愉悦的一间面包店。然后它是基本上只开在福井，开在北路，它总共现在好像已经开到7间了吧，好像算是其实蛮有名的一间面包店。好，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。プレジュール創業時代からの人気No.1，他说这个产品是算是他们最卖座的一个产品。他们是面包店出身，他想要做布丁，可是他想要做的布丁是面包店才做得出来的布丁。好，所以他们就想说啊，那我们就把面包放进布丁吧。哇，不愧这是一个 brainstorming 的一个过程，是完全不管它的后果。好，然后他们就想到了，他们就开始就是一直试一大堆面包，然后最后他们的结果就是可颂。对，他们的结果就是把整颗可颂塞进布丁里面，然后诞生出来的这个 Consing no Croissant入りプリン。整颗可颂在内的布丁，然后其实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其实很好吃，但我完全不喜欢，所以我就今天来试试看。我那时候有在就是超市认真看完那个介绍，然后我那时候心想说，你就不能好好做面包吗？超没有骨气的哈，就是要有做到差异化，我觉得这点他们做的还不错。好，讲那么多废话，我们就直接来试吃它吧，把它撕开。它其实没有想象这么可怕，因为你看，就是它的图是这种，整个可颂，然后就好好的放进布丁里面。可是它其实好像不是，它只是类似可颂的面包，无法对焦真的是完美手没有用。它只是好像把类似可颂的东西放进去。好，不管说那么多话，我来吃第一口。我其实很佩服娃娃，古娃娃，就是怎么可以在吃东西都讲那么多话？不对啊，我根本就没有吃到可颂的感觉啊。这是好吃的啦，可是就是好吃的布雷啊，就是没有可颂的口感，它真的只有布雷跟一点点可颂的味道。我不是因为难过叹气，我只是就叹了一口气这样。可是是好吃的啦，可是就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违和感的一款布丁，因为你完全感受不到可颂的存在，但是有点可惜啊。就是即使它做的很怪，我也希望它可颂的存在感可以强一点。哦，然后我看了一下切面。我觉得它应该是，这是切面，到底有没有对焦啊？有颜色。YouTube 是不能抱怨。好，对不起，当我没说。它其实好像就是先把布丁塞进可颂，然后再把可颂放进布丁的这种感觉，不然就是我来猜想它的就是制作过程好了，感觉它应该是。好，其实我想不到，
为我想说，是不是他先把可颂做好，然后再注入就是布丁的那个材料，然后再把它冰到冰箱。因为它其实比起，因为可颂不是应该是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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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吗？可是它完全没有一层一层，因为它其实全部都是布丁啊。它只有可颂的皮，然后布丁在里面，然后外面再被布丁包住这样。我单吃它的皮好了，就是湿湿软软的可颂皮。然后我要拍到我全部把它吃完吗？因为其实它都一样啊。哦，底部好像有焦糖啦。我这样是会变成那种韩国的那种，就是吃东西然后都不讲话的影片。这就是蛮好吃的啦。可是我有点失望了，因为我希望它怪一点。你看，我都特地买来拍影片了，可是它既看不出可颂的样子，也没有可颂那种嘣的那种冲突感。可是因为其实日本会做出这种东西也不意外，因为你不觉得他们很常就是把一堆东西结合在一起吗？什么甜的、咸的把它混在一起，比如说什么毛豆冰淇淋、哈密瓜、汽水、洋芋片，就是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。然后他们也会把什么洋芋片撒在巧克力上面。好，我要快把它吃完了。就是我之前还有拍一个，就是算是吐槽便利商店在卖的珍珠奶茶的影片，我觉得我之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骂那个珍珠奶茶，这样会很缺德啊。可是要是以一个台湾人的心态，你当然会希望自己国家的东西被做得好吃一点吧。好，吃完了，就是我只能说是好吃的，可是完全没有可颂的冲突感，让我有点失望。可是如果来这边的人，我觉得也是可以去买来试试看，但不用特别觉得那个是福井的名产。好啦，它某方面来说是福井的名产，但你闭着眼睛吃，你就是完全不会知道里面有可颂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对，就是你闭眼睛吃，完全不知道里面有可颂。好，结束了，我的影片就到这边。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レプレジュールの渾身のクロワッサン入りプリン，完全没有把它念得很好听，拍谁？对，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croissant的日文是croissant，他每次就直接翻过来 croissant， 非常难念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还想看到，不对，我不需要后面这些东西，因为我只会更努力的生出下一支影片，所以大家也不要就是太期待说我一定会在什么时候生出来。好，希望我今天就是可以拍完，然后直接剪，然后跟大家分享，因为真的是太有趣了，所以大家都有期待我的影片，太棒太棒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会继续努力，至少在这个暑假好好的生出几支影片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喂。